开始录了。OK， 所以就是妆就是这样化完了，然后我马上就要出门了，就一会儿先是去，就是我是今天里昂刚好有一个中华的一个，说是中华美食节，然后我就说正好可以顺便去吃个饭。路过的时候，因为我找一个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司康的一个姐姐，然后呢，我找她买的就是东西，刚好路过市中心的时候，我们说在那个车站见面，然后去取一下。然后就过去，是现在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了什么吧。对，就还是穿了昨天那个衬衫。然后，哦，sorry，铁蛋，我昨天是塞到裤子里面穿的，穿了一个就是那种，西裤。今天就穿了，把它系了腰带，然后穿的一个直筒的小脚裤，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走啦，拜拜。我已经快要到了。我本来以为这边是一个就是大学，就普通大学，没想到是一个中法大学。这边人多一点。台湾卤肉饭感觉也不错。我又出来了，其实我已经想好，我想吃一个煎饼，还想买个包子，然后再喝一杯奶茶。但是呢，我没带钱，我不能刷卡，所以我现在要去一个附近最近的一个取款机取一下钱，好像大概要走10分钟这样。没事儿，多走点路消耗一下，这样喝奶茶也不会很罪恶。OK， 我去了30，就是以防万一还是去了30，本来想去20，再走上去我就胜利了。然后我买了第一个东西，没想到是韭菜盒子吧。OK， 这个就是我的酸辣粉。因为之前在那个集市上没有喝到奶茶，就有点，就今天就很想喝到。然后我想起来这边有一家就是新茶，就我在网上说他们觉得是里昂最好喝的，然后我想说那就去喝一下看看吧。在我这个快吃完的时候，我的奶茶到了，拎着我的奶茶去看电影。就刚刚的那个 cheesecake 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一般。那的确，就它8寸味道，我觉得没有那么就是百香果的味道没有那么重。然后它底下是椰蓉的，就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椰蓉这个东西，但还要给它给吃了。突然有点后悔点那个，就不应该点那个，然后吃这个，然后喝奶茶。我的红豆沙真的很好吃哎。功夫熊猫没在电影院看成还挺可惜的。我待会儿看这个《基督山伯爵》。
嗨，大家，我回来了。其实这已经是我第2次回来了，因为我之前刚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忘记买了一个东西，还比较急用吧，所以就又出去了一趟。就今天不是去了那个美食节嘛，然后后来就是，有最后在那个店里面说是买了这个他们自己做的这个雪花酥。这真的很好吃，就是它，我觉得属于那种软硬适中，而且味道也没有很甜，反正就我觉得很好吃。放到我的罐子里，然后还买了这个，已经放冰箱了，就是肉松小贝，感觉很好吃。南京有一家店叫鲍师傅，鲍师傅的肉松小贝非常好吃。我今年年初回国的时候，当时我路过。然后因为当时有点紧，我跟我妈说我想吃，然后结果没来得及去买。然后还有我买的那个司康，就是我这次让他给我那个冻好的，这样就可以吃比较久一点。我们是中午见面的，然后就相当于这个在我包里面待了一整天，包里面会再塞很多东西，然后就经过了挤压，已经变成了，能想象吗？这边有6个，一团面。可能就是它会出来一个就是那种味道很好吃，但是样子很丑的吧。明天烤一个试一下。其实就是相机还没关，主要是为讲就讲刚刚那个电影《基督山伯爵》嘛，我觉得很好看，演员也很漂亮，就尤其是有一个女生，就是演那个阿呆的那个女生，她真的超漂亮。看看有没有图片，我到时候我会贴一下，她真的很漂亮，而且。她长得我觉得特别像那个谁，就让我想到她，我来搜一下，我忘记名字了，就是那个赎罪的女主，哦，凯拉奈特利，就是凯拉奈特利不是也演了很多什么安娜卡列尼娜那种比较宫廷，也不算宫廷吧，就是那种就上个世纪的那种，就是这部电影应该刚好是我看的。第多少部？今年的第31部电影，刚好我算是完成指标，上半年指标，因为我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那个bucket list， 然后我说今年我看60部电影，然后上半年就现在不是7月初嘛，因为我6月份没怎么看电影，因为一直在忙，就没有空去，就是这周4的时候看了第30部电影，然后7月初。算是半年看了30部电影。就是我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其实是中午了，就很匆忙的跑出去买了花，还有就流行超市买了一点沙拉，买完中午放一个这个在这儿。就今天是我研究生的最后一天，其实，不能算是 official， 就是官方的最后一天，但是我们会觉得今天是我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今天就是结束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就一直觉得说很想赶快结束学业，但是，当你真的就是完全就是跟你说，从今以后你不再是学生了，感觉还是有点奇怪。就是今天决定拍这个视频，一个是我觉得今天还算是比较有纪念意义吧，因为我觉得算是给我的学生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我更多的把就是研究生理解为学习，然后的确就是虽然工作也是在我研究生项目内容里面包括的，但是更觉得它好像是和学校无关的东西。工作是工作，上学是上学，然后学校的结束是学校的结束，感觉学校的结束代表着我研究生的结束。然后就讲到学校，其实就这个地方承载了，就里昂这个地方以及这个学校承载了我很多的回忆，觉得我像是来到这里，感觉也是怎么说呢？感觉像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然后从那以后呢，我觉得是真正是
我的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感觉是我来到法国，以后。我逐渐开始发现很多东西，真的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你做的时候，你并不是为了顺应，觉得这么做是对的。一开始有段时间，就我知道我肯定会读研究生，虽然就是你要说真的想不想读那是一回事儿，但是觉得还是需要的，就是会读。但是当时在择校啊，然后包括选专业呀，然后呢选国家呀，一些时候就还是就很迷茫，就觉得怎么做是对的。那就好像就这么做了，就还是会考虑很多外界的因素，比如说排名啊什么之类的。就比如说我一开始申请英国，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一个排名。最后呢，我选择留下的地方，比如法国的这些私校，它是根本就不参加世界排名的，和我一开始的一个本来以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后来我知道那个是真的是我想要的，因为我留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合我，这里有我需要的、我缺少的东西，而不是说就是为了一个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就是你是研究生。大概交代一下背景，就是我来这个学校开始，包括我来法国，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我其实自从学了法语以后，就一直挺想再来法国的。然后就是当时是毕业实习嘛，结果突然就有了一个说是可以来法国交换的机会。然后我其实就很蠢蠢欲动嘛，但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就会落到我身上。像后来反正就各种机缘巧合，我就是来了，然后就在这个学校开始。然后呢，先是交换了5个月。本来当时英国的研究生已经拿到了 offer， 已经开始找房子了。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舍不得，然后就留下了，然后就顺利的在这个学校读了研究生。这边的研究生是叫第4年，研2是第5年，因为他们的本科只有3年。怎么说呢？我其实，在交友方面，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就是处得很好，所以我没有很主动的去交朋友，然后我也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不是很喜欢社交，就是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就 solo 做很多事情。交朋友的话，就其实大部分都从学校里来的，但是我感觉是有语言的限制啊，包括很多原因，有很多人就是会泛泛之交，就感觉像是你跟很多人都。点头之交，你认识很多人，然后呢，处的也不错，但是呢，你们是在学校里的那个环境底下，比如说一起做作业，然后可能放学了一起怎么样，但是如果一旦脱离了学校这个大环境，这个维系的一个空间的话，就不再会私底下有更多的联系了。其实有认识很多人，然后一开始呢也有跟另外一批人玩得很好。一开始你会有一批朋友，然后你渐渐你会觉得在里面是你需要去刻意融入的。你为了融入他们，可能会去一些不是非常我的场合。当然这是个人偏好的问题，但就相当于是为了融入一个群体要去违背一些就是你自己待在那个场合里并没有非常的自在的一个情况。然后，但是后来呢，我就有就是和另外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待在一块，非常的舒服。我非常感谢我在这2年里面认识的，就是真正最后我觉得会留下来的朋友，就不是那种点头之交那种，而是真正大家就虽然可能就是聊的不多，其实私底下并不会像我跟我中国的朋友一样，就是每天聊天啊这样的，其实很少，但是。你们是可以一起出去的，你们是可以一起玩的，然后你们是可以互相倾诉的，以及你有问题的时候是你可以找这些人，站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第4年的时候是有交到2个这样的朋友，然后第2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重新选了专业嘛，然后就重新分班，就有认识另外。也不是有认识，因为这3个人我之前都认识，但是就是重新玩到一起。当时我们新到这个新的专业以后，一上来一进班的时候，第1节课，然后就说要分组，然后就有小作业，因为就是法国这边的小作业，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就国外可能普遍都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法国的特别多，我觉得比在加拿大的时候更多。然后呢，当时我们就说啊，我们几个就是至少是一个大专业下来的，然后呢，我们就4个人一组，然后就认识。然后就在一块儿，渐渐就越来越熟，然后呢，就渐渐也成为可以私下一起出去的朋友，而且刚好呢，这几个朋友，我们的喜好也跟我那个第4年认识2个朋友一样，也不能说喜好很相似吧，但至少就是我举个例子，我并没有，就是这里只是个人偏好，就比如说。法国人很多人他们都会，就是很多同学他们喜欢去 boîte de nuit，其实就像是
蹦迪啊、夜店的地方，就是我个人是我不太喜欢，但是我对这个场合没有那种负面评价，就是没有恶意，就只是我个人不喜欢。可能曾经我试图去融入的一个群体里面，就他们是会经常去那种地方，相当于我如果为了融入他们的话，我必须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那我就得去那种地方，但是我其实并不喜欢。后来我们这批朋友就是我们出去也并没有说非常多，但是我们就会一起看电影，然后呢一起吃东西啊，然后这样之类的活动，就是我会觉得更加我一些。说回我之前就是很感谢，就是我认识的这些朋友，就尤其是最终就是我觉得会留下来这些朋友，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语言问题的，理解上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口语化的东西，我还是有听不懂的。包括比如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说的不是很多，因为一个是本来我就是一个，就其实我挺喜欢说话的，就跟我中国的朋友他们都说我，说话说的挺多，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发表很多的观点，然后再加上有语言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不太喜欢说。他们首先是接受了我，比如说大家女生之间的秘密呀，然后所有的八卦呀，都是。没有任何对我的回避，就算我不说，但是也都是让我知道。然后比如说我想问为什么的时候，他们会就是专门会给我解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在此之上，他们接受我的性格，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可以很舒服的做我自己的，以及这样的我有被真正的接受，就是我有觉得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就是我有被容纳在一块儿，容纳在这个氛围里面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很感谢，就反正是挺开心的，对于他们能够认识他们，以及就是也非常的感激认识他们。我今天其实没有见到所有人，也没有就是一个一个真的去告别，就因为总觉得好像还有见面的机会吧，心里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还是蛮留恋的。你会觉得有一点就觉得在想我要不要再留一会儿呢？好像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你换句话你在想，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再多留的这么一会儿，就是你在过去的时候，比如说这些人这些美好的经历，你都在那一刻，你在发生的当下，你有好好的去做它，去感受它，所以没有太多的遗憾，感觉没有太多好难过的。铁蛋，不然你也出镜一下呗。你要是让我这个视频这么吵的话，那大家都得知道你是谁吧？总不能这奇怪的声音从哪里来的呢？好了，反正就是这个声音，奇怪的声音是铁蛋发出来的，就呼噜呼噜，包括刚刚舔身子的声音。好吧，那就这样吧。恭喜我结束学业，结束考试，从今以后考试、论文、答辩。还有什么？就是这种什么 challenge、business week、business game，远离我，再见，再见，再见。